我和宋墨大婚之夜，他的小青梅800里加急送来一封密信。少爷，林小姐的信，10万火急。墨哥哥，此生若不能嫁你为妻，卿然愿以死明日，愿我们来世再做夫妻。宋墨，今日是你我大婚，满京城都在看着。你现在走了，你让世人如何看待我，又如何看待沈家？舒婉，对不起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卿然去死。此生是我父母在先，等我立下战功，再来向你。多谢姑娘。听说了吗？宋将军用满身军功换取林姑娘为妻，郎才女貌，像沈家那个扫把星，大婚当日害得宋将军家满门忠烈惨死。沈舒婉，你好歹也是我宋府的人，何苦沦落到和难民共抢一碗粥？小姐，舒婉姐，你何苦如此作践自己？难道是想让满京的人都笑话堂堂将军府养不起一个妾吗？妾。大婚当日客死夫婿，害得宋家满门惨死。沈家世代清白，容不下一个丧门星。你自己了断吧。宋墨，你为了林清然纵假假死离开，却让我背负骂名。满京的人都说我命硬克夫，我的亲生父亲要我以死谢罪。若不是当朝太傅魏怀赶来，沈大人，宋墨并非死于火海，而是与人私奔。此乃宋府火场遗留的密信。当晚我便嫁给了当朝太傅魏怀，连太子殿下见了，也要恭恭敬敬的。宋墨，我何时答应过自甘为妾？难不成你还想当平妻？我这将军夫人是陪着莫哥哥在边疆一枪一剑拼来的。你这3年养尊处优，我能同意将将军纳你为妾，已属高攀。你不要不识好歹。宋大将军，你难道不知我们小姐早已……妾终究是妾，自己上不了台面，连身边的狗都如此放肆。欣然，住手！莫哥哥，你看都骑到我头上来了。舒婉，我知道当年是我对不住你，我在边疆几次垂死都是清然陪在我身边，清然能答应你留在我身边做妾，你该知足了。不是我早已嫁作太傅为妻，就算苦等3年，我相府嫡女怎甘为妾？莫哥哥，你难道忘了这次回来我们可是进宫封赏的，误了时辰可不好。清然在边界受了很多苦，你在京都养尊处优，这伤就算了。以后在将军府，他为正妻，你为妾，顺着他的意，才能少挨打。青儿，给太傅传信，就说他的宿敌回京了。沈姑娘，将军吩咐了，他带夫人先进宫封赏，让你即刻回将军府等他归来。让开！你们干什么？放肆！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那个在大婚之日客死全家，被全京城唾弃的丧门星啊！我姐姐在边疆风餐露宿受苦时，你倒是在这京城里躲得清醒。既然你入了这将军府的门，就得懂将军府的规矩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拉下去，在烈日下罚跪2个时辰，好好立立府里的规矩。林妙轩，你敢动私刑？你可知我现在的身份？一个无名无分的贱妾，
也敢在我面前摆谱？堵住他的嘴，听他的声音就觉得晦气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姐夫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沈姐姐方才闯入祠堂，不仅辱骂我林家，还打碎了老将军的牌位啊！沈舒婉，竟敢拿我父亲的在天之灵出气！你这个毒妇！不是我，舒婉姐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即便你恨莫哥哥娶了我，也不能拿亡人出气啊！这可是大不敬啊！姐夫，他刚才还叫嚣着要像3年前那样，一把火把这将军府也烧个干干净净。沈舒婉，3年未见，你竟如此恶毒！本将本想看在旧情分上立你为平妻，现在看来，你连做妾都不配，只配日日跪在祠堂忏悔。宋墨，谁稀罕做你的妾？除了我，还有谁会要你？一个大婚当日就克夫的丧门星！原来3年前那场火，不只是为了会逼死我，你算准了3年后我无人敢要，只能卑微求你纳我为妾。宋墨，你当真是好深的算计！将军不好了！接到密令，说将军府里混进了敌寇细作。随将军归来的都是出生入死的弟兄，底谢清白，唯独沈姑娘出现的时机太过巧合。沈舒婉，你竟为了报复我让你做妾，甚至不惜与敌寇暗中私通，你知不知道这是叛国的罪，是要被诛九族的？宋墨，你是得了失心疯吗？你未免太高看自己了。莫哥哥，这私通崴敌可是灭九族的大罪。既然这士兵说有细族，那细族身上定藏着联络敌方的密信或信物。为了将军府的清白，不如当众搜身，好还舒婉姐一个公道。你们凭什么对我搜身？就凭我是你的夫君，身为大将军，本将绝不容许府中藏有通敌卖国的脏东西。搜，给本将查清楚。沈姑娘得罪了，我们将军也是为了全府上下的安危着想。放开我！莫哥哥，婆子粗心，万一漏掉了信物可不好，那可是灭族的大罪。既然你说你是清白的，那就让我亲自搜搜看。若是没有，正好本将也还你一个清白名声，也不许外人对你有任何议论。沈舒婉，你竟敢伤我！这匕首是圣上亲赐，我看谁敢动我！沈舒婉，你简直胆大包天！这匕首是圣上亲赐太傅之物，你是如何偷来的？就算你不是通敌的细作，光偷到圣上亲赐之物，便是死罪。这匕首是我与魏怀成婚当日他亲手送给我的，这匕首就是他给我的底气，更是我太傅夫人的象征。这匕首就是太傅亲手赠我，何须去偷？沈舒婉，你可知太傅是何等人？那可是我朝文臣之首，太子之师，天下名门贵女皆倾心仰望。你与他本就云泥之别，难不成他会瞎了眼看得上你这身负克夫之名的弃妇？克夫弃妇，若不是宋墨，我何愧背负这些骂名？莫哥哥，如今所有人都看到姐姐偷到太傅之物，万一传到圣上耳朵里，不仅祸连将军府，更是连我们3年的战功都要竭数抵消。回京之计，只有将姐姐扭送大理寺，亲自向太傅谢罪。清然说得对，太傅乃太子之师，朝堂重臣，万不可得罪。沈舒婉，立刻跟我去大理寺认罪，哪怕受18道酷刑，你也得受着。若是我不能，来人，把他拿下！哪来的疯丫头？
没看见将军和姐姐在处理家事吗？苏木，你简直胆大包天，竟敢对我家夫人动用私刑！夫人？什么夫人？你不会说的是沈舒婉吧？现如今一个妾也配称夫人？我家夫人乃是太傅之妻。你们竟然这样对待我家夫人，太傅回顾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！舒婉姐，你可真有本事，找人演戏也就罢了，竟敢攀扯到太傅府头上。姐夫，别听这老奴胡说，我看他们是想攀高枝，想疯了，随便找个老头就敢冒充太傅管事。来人，给我把这对奴仆乱棍打死！你动了我家小姐，太傅大人绝对不会放过你们！还敢满嘴喷粪，一个没名分的贱妾，还想做梦太傅夫人的位置？别碰我！舒婉，我知道让你委屈做妾是难为你，可你也不能病急乱投医，联合外人演这种杀头的戏码。你可知太傅是什么样的人物？你假冒他的夫人，若是被太傅府真的知道了，连我都保不住你。你听话别闹了，等太傅大人巡视回来，我亲自去求他，凭我这一身战功，定能饶了你偷盗匕首的死罪。宋墨，你口口声声说我是骗子，你就没想过，若我真的是太傅夫人呢？沈舒婉，我给过你机会了，闹一次两次也就够了。朝堂上下谁人不知太傅大人魏怀天性薄凉，不近女色，更是从未听说他有娶妻之意。傅大人何等光风夜月，会娶一个在大婚当日被男人抛弃的残花败柳？你找这种借口，简直荒谬绝伦。就是沈书晓，你也不撒尿照照自己的样子。沈舒婉，你简直执迷不悟！你现在只要认个错，承认这些都是你为了气我编出来的，我可以当做这件事情没发生。至于你偷盗御赐匕首的死罪，本将自会备下重礼。魏怀虽冷酷无情，但看在本将平定边疆的3年战功份上，定能饶你一命。莫说3年战功，哪怕押上整个将军府，他也难辞其咎。舒婉姐，你还是不要惹将军生气了。宋墨，你们想让我认下这些莫须有的罪名，做你们的春秋大梦？沈舒婉，简直执迷不悟！来人，把他给我关进柴房。既然学不会怎么做妾，那就关到他学会为止。莫哥哥，今晚圣上设宴庆贺你凯旋，咱们还是好好准备。不知死的东西，还敢跟夫人作对，好好在里头待着吧。魏怀，恭喜宋将军凯旋！沈舒婉，宋墨，你走错地方了，你走错地方了。沈舒婉，你是我的妾，伺候我是你的本分。滚开！沈舒婉，你疯了！疯了！你竟敢对我动杀心！疯了！宋妍，你以为我还是3年前那个坐在喜房里等你的蠢货吗？看清楚，我不是你的妾。你生是我宋家的人，就算我休了你，你也是个没人要的丧门精。我是当朝太傅魏怀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是圣上亲笔册封的2品诰命夫人。宋墨，你今夜若敢动我一根手指头，
明日魏怀回京之时，便是你身败名裂、死无葬身之时。沈书婉，你还拿我当沙子耍！我知道你心中有气，愿我这些年在外没能陪你，但现如今我回来了，给你的疼爱不会比清然少的。恶心！好言好语你不听，非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听清楚，你沈书婉是我的妾，便是我今夜要了你，也是天经地义。天王老子来了，也说不出半个不字。清然，你怎么？宋墨，你对得起我吗？清然，沈书婉，你给我等着！等着，这话该我对说。宋墨，你给我等着！算算时辰，青儿送出去的信，烧成这样，不会死吧？死不了，这种贱命硬得很。将军吩咐了，今天让他去给夫人敬茶，把规矩立下。舒婉姐，进来吧。跪下！找我什么事？舒婉姐，你不要误会，今日是你进门给主母敬茶的日子。虽然你是妾，我也不会亏待你。只要你敬了这茶，将军府里自然有你一口饭吃。沈书婉，清然肯容你是你天大的福分。只要你今日规矩敬茶，往后安分守己，昨夜的事本将可以不计较。你是在施舍我吗？再说一遍，你们是不是觉得给我一个妾室的名分，是我沈书婉求之不得的恩典？宋墨，你是不是忘了，当年是你跪在我沈家门前，求我父亲将我许配给你的？你是不是忘了，你亲笔写下婚书，说此生只娶我一人，若违此事，天诛地灭！住口！你不是忘了，你是不愿记起，因为每次想起你都会发现，背信弃义、人面兽心的人是你，不是被你弃若敝屣的沈家女。来人，把这个贱人拖下去杖！急什么？林清然，你费尽心声要我给你敬茶，无非是想让我跪在你面前，好让你觉得我终于低你一等。舒安姐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贱人，你找死！想打我，你还没这个资格。来人，把这个贱人给我按住！你欠我的，我会一笔一笔讨回来。这杯茶只是利息。给我狠狠打，打20板子！莫哥哥，要不然就算了吧。不能算了，姐夫，你看他当着
你的面都敢这样欺负我和姐姐！继续。将军，太子殿下来了。末将宋墨恭迎太子殿下。不知殿下亲临，未曾远迎，请殿下恕罪。起来吧，孤今日来是替父皇来与你核对布防的要务。孤这2日得加紧核选图纸，再过段时日便是师娘生辰，孤得空个时间亲自去调见像样的生辰。师娘，太傅大人竟真娶了妻。孤当初听闻时，反应不比将军大。满堂皆知，当今太傅向来是女色如无物，朝中多少名门闺秀想进太傅府的大门，皆是被师傅冷脸拒之门外。谁曾想，竟栽在了师娘身上。孤听说师娘想吃南境的荔枝，师傅不惜动用800里加急，跑废了5匹快马，就连圣上赏赐的那柄龙纹匕首，也被他转手赠予了师娘。甚至在大婚当日放下狠话，若有人敢伤师娘半分，他便让那人尝尝太傅府18炼狱的滋味。宋墨，我是当朝太傅魏怀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是圣上亲笔册封的2品诰命夫人。那不知这位太傅夫人究竟是哪家的名门千金？江丞相独女，是江，不是神。原来如此，我就说嘛，太傅大人何等风华，怎么会娶一个将军府不要的贱妾？什么贱妾？殿下，江丞相何时多了位女儿？说起来，江丞相的这位女儿，宋将军也是认识的。我认识。这是殿下见笑了，不过是府里一个不安分的小妾，犯了家法，管家正在教规矩。殿下有所不知，那女子我将军府还不安分守己，整日里做着飞上枝头或春秋大梦。竟有这等事，将军自行处置便是。沈叔啊，刚才太子殿下来过，他亲口告诉将军，太傅夫人是丞相的女儿。你也不撒尿照照自己现在的德行，也敢冒充太傅夫人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！姐姐，我若是你，现在便跪下求莫哥哥原谅，以便这种瞎话只会害了我们将军府啊！3年前，宋墨为了林清然纵火假死，逼得我与沈家决裂断亲，再嫁给入了丞相府的族谱。便是太子口中那个养在别院的独女。事到如今，你还不求我原谅吗？你也配！既然你如此不知悔改，那便如你所愿，继续打！血，好多血啊！你这么多血，将只让你们打20板子，你们是想要他的命吗？将军饶命，属下只是照常行刑，并未加重力道啊。莫哥哥，这打了几板子而已，舒安姐的身子骨怎会弱成这样？姐夫，你可别被他骗了，打几下板子能流这么多血？我看他是指不定在哪弄的鸡血，故意在这装死吓唬人，好让你心软不罚他。快，传府医！大夫，他到底伤得如何？不过是打了几板子，为何流血不止？将军，夫人这是动了胎气，已有2个月的身孕了。说什么？身孕？这怎么可能？我
竟然有了孩子。妈妈，你来看。还没怀上呢，太傅就开始准备这些，是不是太早了些？不早，我未怀的孩子，自然要配着世间最好。若是男孩，我便教他经营之才，杀伐果断；若是女孩，我便宠他一世无忧，让他做全京城最尊贵的民族。姐夫，你出征整整3年，这贱人独自在京，哪来的2个月身孕？好个沈叔啊，竟然背着将军在外头偷人，还连野种都怀上了。依我看，就该把他拉出去沉塘。莫哥哥，竟然原本以为舒婉姐只是性子倔了些，没成想她竟然如此不守妇道，简直是把宋家的脸面踩在脚底下蹂躏啊！沈舒婉，怪不得你口口声声说不愿做我的妾，原来是早就有了孽种。说，野种到底是谁的？这孩子是当朝太傅未怀的，宋墨，你敢动他，未怀定要你宋氏满门陪葬！事到如今，你还敢攀扯太傅？舒婉姐，你太糊涂了。姐夫，他如此恬不知耻的偷人，弄出了这个祸害，这种脏东西留在肚子里，是对宋家最大的羞辱。莫哥哥，这孩子绝不能留，否则一旦传出去，宋家会沦落为整个京城的笑话。端上来！宋墨，你这是在自寻死路！魏怀若是知道，不会放过你的。那本将就等着他来找我算账。放开我！宋墨，我诅咒你，此生此世不得好死！沈舒婉，死到临头你还不知悔改，竟敢诅咒姐夫！依我看，这种不守妇道的贱人，就该剥了他的华服，让他在京城大街上游街示众，让全京城的百姓都看看。可这会不会太狠了？舒婉姐再怎么说，以前也和莫哥哥有婚约。你们一个红脸一个白脸，这出戏演得真让人恶心。还有你宋墨，你就是个眼盲心瞎的蠢货。莫哥哥，你看他怎么能这么想我？我是真心为他好啊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，就按妙轩说的做。沈舒婉，这就是跟我斗的下场。诸位街坊邻居，都停下脚步，睁大眼睛好好看看啊！看看这位是谁？这可是昔日不可一世的沈家嫡女。这女人趁着我们宋将军戍边3年保家卫国之际，竟背着将军找男人。更过分的是，连孩子都怀上了，还企图混淆宋家血脉。哼！这不是沈家大小姐吗？当年十里红妆嫁给宋将军那位，怎么落得如此境地？错了，你这消息太闭塞了。当年大婚之夜，宋府突发大火，
宋将军假死脱身去了北境。我可是听说这沈姑娘后来被当朝太傅看中，改嫁进太傅府了。那是别人乱传的，你没听见？现在可是将军府的林二小姐亲口说的吗？就是沈氏偷人怀了孩子，被将军府抓了个现行。哎呦，这权贵世家的事情水太深了，我们这种平头百姓哪里清楚？就当看个热闹吧。娘，那个漂亮姐姐为什么要被绑起来呀？小孩子别乱指，人家的私事我们不要多问。呸！真是晦气！瞧着挺体面的大户人家姑娘，背地里居然干这种事儿，真是活该！赶出去！诸位可看仔细了，这就是不听话的下场。我姐姐仁慈，许她进门做妾，她不但不感恩，反而将来找男人，怀了孩子想栽赃给将军府。这种人真是丢脸，这种事都做得出来，就应该打断他的腿！出去！沈叔啊，你也有今天这般狼狈的时候。当初在将军府，你不是很能说会道吗？不是傲骨铮铮吗？你那什么太傅夫人的头衔呢？什么圣上亲封的二品诰命呢？拿出来吓唬我！怎么如今倒像个哑巴一样，一句话都不敢说了？林妙轩，你今天对我所做的一切，我沈舒婉发誓，都总有一天会一点一点的报复回来。你这贱妇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慢着，慢着！这位姑娘，老夫看你面相，分明是紫气东来一品命棍，怎会被捆在这污秽的游街车上？哪来的臭醉鬼，竟敢拦将军府的路，滚开！哈哈哈！眼瞎，真是眼瞎！老夫观这位姑娘额带灵光，分明是万中无一的极贵之相。你们这群肉眼凡套的蠢货，可知自己得罪了什么人？这老头胡说八道吧？极贵之相，那不就是一品夫人的命？妖言惑众！来人，把这个污蔑朝廷命官的疯子一起拿下！明珠蒙尘，一朝觉醒，蠢货，蠢货！大祸临头犹不自知，有趣，有趣。继续走，给我绕着京城走3圈，让全城的人都看清楚这贱人到底是什么嘴脸。前面是何人？不知道今日宋将军府正在处理家事吗？还不快让开！放肆！太傅巡视归京，区区将军府一个无名之辈，你敢在太傅面前叫嚣？太傅，魏怀！本父离京半载，倒是不知，如今这京城是改姓宋了吗？
末将不知，太傅今日归京，有失远迎，是府内人有眼不识泰山，冲撞了太傅宣驾，请太傅大人恕罪。臣女林清然参见太傅大人。太傅大人，舍妹年幼无知，言语冲撞，绝非有意冒犯。贱人，你疯了！想拉着整个将军屋陪葬吗？请太傅大人见谅，这贱人是个疯子，不仅偷人败德，现在还失了心疯，竟敢直呼太傅名讳。沈书婉，你也不看看太傅是什么身份，也是你能冒犯的。再敢胡闹，回头定让将军把你碎尸万段！太傅大人，陛下有请！太傅大人，陛下有请！进宫。快！没听见太傅大人要进宫吗？还不快把这晦气的驴车赶走！太傅让路！若不是那太傅急着入宫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还不快拖走！丢人现眼的东西！何伯，夫人还没回来吗？回大人，夫人还未归呢。这几日是慈安堂派发冬衣的日子，想必是夫人挂念那些孤儿和老人家，要多陪他们一会儿。夫人她向来心善，怎么就你守着？周伯呢？周管家前些日子被夫人身边的青儿姑娘叫走了，应该是夫人那边有什么紧要事需要她去安排，还没得空回府。准备好车马，明日一早，我去慈安堂接夫人。是，老奴这就去办。快点走！将军吩咐了，天亮前必须把这女人送到平福庵。那地界可是有去无回的苦地方，灵儿小姐特意交代了，要让这克夫的丧门星在那儿好好洗洗罪孽。清福庵，那是一座荒废多年的尼姑山。林清然，你们当真要赶尽杀绝？沈书婉，看看这地方，这就是你后半辈子待的安乐窝了。你不是不甘为妾吗？在这里，你就是个连下人都不如的贱奴。谁？青儿，太傅不是去接夫人了吗？你怎么自己先回来了？何伯，救命！救救夫人！将军府的人把夫人抓走了。婉婉最爱如意斋的糕点，半月不见，也不知她又瘦了没有。嬷嬷，我来接夫人回府。夫人，可夫人早在5日前便已经离园回府了呀。你说什么？大人，大人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夫人出事了！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大人，求求您救救夫人！3日前，我和夫人在城外施粥，遇上了宋将军和林清然，他们强行把夫人带回将军府，非说夫人是他的贱妾。行，
贱妾！他们还强行给夫人灌了堕胎药，夫人流了好多血，求大人为夫人做主！你方才说什么？夫人她怀了身孕。你说本妇的孩子在将军府被灌了堕胎药？宣甲尉，集结全部人马随本妇踏平将军府。快点，磨磨蹭蹭的。将军府养你是来吃白饭的吗？贱蹄子，你瞅谁呢？啊！贱人，你竟敢泼我，我打死你！舒婉姐，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跟下人动起手了？啊！沈舒婉，都到了这儿你还不安分？你们对我所做的一切，我他日必百倍千倍让你们偿还。沈舒婉，你是不是疯魔了？你不会以为自己能从这里出去吧？进了这里的下场只有一个，想跟我斗，下辈子。你这副小人得志的嘴脸，当真是令人作呕。贱人，竟敢弄脏我的脸！打！给我狠狠的打！把他的嘴给我撕烂，看他还怎么清高！行了，妙璇，就这么把他打死，岂不是太便宜他了？舒婉姐，你又何必逞着一时口舌之快？现在趴在泥水里苟延残喘的是你呀，这就是命。姐姐说的对，这种硬骨头光靠打是没用的。你们把那锅肉油给我端过来，我倒要看看你的骨头到底有多硬。林妙璇，住手！姐夫，闹够了没有？本将让你们带他来清修，不是让你们动用这种酷刑的。莫哥哥，你别怪妙璇，是舒婉姐，她刚才竟然辱骂将军府，还辱骂妙璇，妙璇也是气急了，才想吓唬吓唬她。是啊，姐夫，你看我的脸。婉儿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屈到什么时候？承认你那些话都是风言风语，本将现在就带你回府。虽只是个妾室，但你也该知足了。宋墨，你的这副嘴脸，比这锅热油更让我觉得恶心。莫哥哥息怒，既然舒婉姐这么瞧不上将军府，一心只想在这安堂里待着，那咱们索性成全了她。不如咱们替舒婉姐落了发，也免得她在这凡尘中还留下些旁的心思，辱没了咱将军府的门楣。沈舒婉，我再问你一遍，认错还是落发？我就是死，也绝不做你的妾。好，这是你自己选的。来人，给我拿剪子来，落发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你没资格动我的头发，放开我！舒婉姐，出嫁从夫，你既然是将军府出来的人，哪怕是妾，命也是将军。将军让你落发，那是对你的教诲。宋墨、林清然、林妙璇，我沈舒婉化作厉鬼也不会放过你们！
太傅怎么会亲自带兵闯入？太傅大人，您这是？婉婉，我来了，别怕。阿怀，你终于来了，我们的孩子没了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了。就是你们对本父的夫人动手。太傅大人饶命！我们不知道沈小姐是您夫人，这都是林夫人的主意，奴婢们只是奉命行事啊！众人听令，凡是伤过夫人、辱过夫人之人，通通加倍奉还，一个不留。至于这将军府的3人，给本父带回太师府司牢。那不是前几日刚被皇帝册封的宋大将军吗？怎么被太傅府的人拖着走？呸！什么大将军？刚才传出来的消息你们没听说吗？3年前宋府那场大火根本不是意外，是为了跟林家小姐私奔，自己亲手点燃了喜房。何止啊！人家沈小姐现在是当朝太傅魏大人明媒正娶的夫人，这回京后竟然想强抢太傅夫人为妾，还给夫人灌了堕胎药！畜生，当真是畜生！这种负心汉，真不是东西！闭嘴！你们这群贱民，还有你们这群卑贱的奴才，快放开我！我姐夫是圣上亲封的大将军，是立过赫赫战功的战神。圣上若是知道魏怀如此羞辱大将军，定会降旨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大将军，战神。你这蠢吏到现在还没弄清楚，你们动的是谁？那是当朝太傅明媒正娶、计入贾府的太傅夫人，就连太子见了都要礼让3分。一个小小的将军，有什么资格和太傅相提并论？沈舒婉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他能得到这一切？带走！小姐，太傅大人这几日都没去上朝。天天守在外头，就怕您醒来找不到他。他该去上朝的。朝堂少本父一日，他不了。我自己来。张嘴。他们已经被押入大牢，3日后会审。阿怀，我想见他们一面。沈舒婉，你竟敢囚禁当朝大将军，圣上知道绝不会放过你的。放肆！太傅夫人名讳，也是你能直呼的。魏怀，本将是战神，是凭着一枪一剑打出来的荣耀。你这样羞辱我，是对大楚将士的亵渎。战神，荣耀。这3年，你在北境之所以能屡建奇功，你以为真是你的好夫人用兵如神？你什么意思？永平2年，你以3000旌旗奇袭北蛮王赵，斩敌万余，回京受封。可你知不知道，你被挟持那晚北蛮王赵的守卫为何玩忽职守？那是因为你最心爱的亲然妹妹亲自把自己送到了对方蛮王的床上，
用你宋家镇守边关的城防图，换了蛮王撤去内宛的伏兵，送了你一场泼天的功劳。清然，他说的是真的。莫哥哥，我不是故意，我是为了救你。那时候蛮族已经包围了你们，我不这么做你就死在那儿了。为了救你，你用大楚的城防图去救我，清然，你这是在毁我，让我这3年的军功全成了卖国的铁证。莫哥哥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即便失了清白，心里也只有你一个人啊。滚开！你说摸过蛮王的脏手碰本将，莫哥哥，你竟然打我！打你，本将恨不得杀了你！宋墨一世英名全毁在你这个荡妇手里，你让本将成了全天下最可笑的卖国贼！我毁了你，你真是个天大的笑话！宋墨，如果没有我，你早就死在北京的乱军之中了。还有我给你送的那些军功，你哪次不是欣喜若狂的接受？怎么说不出话了，宋大将军？我可还记得你当时抱着我说我是你的福星呢。宋将军何必如此对我？其实这出戏里，你送给林姑娘的回礼，可比这要重得多。你说什么？你一直以为林府是被奸臣构陷通敌才遭了灭门，可你知不知道，那份呈给圣上的通敌铁证，正是宋大将军亲手送上龙案的。你胡说！本将从未针对过林府。永平3年，狼谷之战，你为了扩大战果，上报说截获了一支试图给蛮族送情报的细主小队，并将缴获的密信原封不动呈报朝廷。可那支小队其实是林老侯爷派去接应你的亲信，而那封密信里的号正是林府与蛮族联络的唯一铁证。你为了那封缴获密信的仪式，亲手把林府满门的脑袋送上了断头台。原来是你，是我爹爹派人去救你，你却为了军功杀了他们。不，我不知道那是林府的人，我以为那是蛮子。宋墨，你这个畜生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我不知道那是林府的人，本将以为是蛮夷的细作。林清然，明明是你通敌在先，是你害了林家，凭什么怪在本将头上？我害了林家？宋墨，若不是为了让你在北境站稳脚跟，我何至于去求蛮王？我为了让你立功，把身子都给了那个恶心的蛮子。可你呢？你害了我全家！荡妇！你这不守妇道的贱人！你口口声声为了本将，实则是你林家贪图权势。这个残花败柳之事，本将多看一眼都觉得恶心。你有什么脸在本将面前提及此事？婉婉，别让这些脏了眼。陛下，太傅魏怀目无法纪，私调禁军围攻将军府，更将朝廷重臣宋大将军囚于私牢，受尽凌辱。此等越权行径，若不严惩，朝廷威严何在？军中将士寒心呐！请陛下为宋将军做主，严惩魏怀。李大人，你说宋墨是朝廷重臣，微臣这里有一份东西，诸位大人看后再下定夺。传下去，给朕的爱卿们好好看看。永平2年，
琅琊谷之战，宋墨斩首3千，实则是林清然献出城防图。李大人，你口中这位寒了心的战神，是踩着大楚百姓的白骨，靠着卖国求荣爬上来的，还要为他喊冤吗？汉朝，魏怀，随朕来。太傅，你今日在殿上行事过于张扬了。陛下，臣的夫人险些被人害死，若臣还能稳坐钓鱼亭，那臣这一身官府不要也罢。你倒是情深义重，可你动了宋墨，就是动了军中的那一池水。宋老将军生前门生故事遍布北境，如今局势未稳，你把这独苗掐了，朕怕这火烧到朝堂上来。既然已经烧起来了，那臣便亲自去灭了这火。你有数便好，退下吧。好消息，圣上今日早朝将降旨了，宋墨被流放3000里，林清然和林妙玄他们被押入大牢，3天后在菜市口行刑。梳妆。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，姐姐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，姐姐救我！太傅大人到，太傅夫人到。神叔啊，夫人，求求你饶了我！那些事都是我姐姐的主意，我是被她骗了，求您向太傅求求情，饶我一命。神叔啊，你来做什么？自然是来送你们最后一程。神叔啊，你是来炫耀的吧？炫耀你赢了，炫耀你是太傅夫人，炫耀你把我们都送上了断头台。林清然，我从未想与你争什么，是你从一开始就将我视作眼中钉。是我恨你，我恨你！凭什么宋墨最先爱的是你？凭什么你被宋墨抛下了，还能嫁给当朝太傅？你什么都有了，而我费尽心机得来的不过是一场空。要怪，就怪你自己太贪心。大理寺卿，开始了。林清然通敌卖国，弑害功臣，判秋后斩立决。秦妹林妙玄为虎作伥，流放教坊司，终生为奴。宋墨弑父夺功，德行尽丧，废除武功，流放蛮荒，永世不得召回。呸！什么狗屁大将军，全是大楚百姓的血和城防图换来的。亏老子以前还把你当英雄，你连条看门狗都不如。还有这个林清然，看着柔弱正毒入蛇蝎，竟然爬上蛮王的床去卖国求荣，这种烂货，英气都便宜他了。林家养出这种祸国殃民的贱人，活该被灭门，下地狱去吧！悔恨，战功是假的，荣耀也是假的，连我引以为傲的战神名号，竟然也是靠林清然出卖身体和国家换来的。竟然为了这么一个出卖身体、勾结外购的蛇蝎，抛弃了曾经真正在乎我的人。沈书婉，我就是死了也不会放过你！拉下去，别坏了夫人的清静。这些都是我姐姐做的，与我无关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求求你们放过我，我不要去江坊司。婉儿，对不起，我后悔了。宋墨，本父留你一命，是要你亲眼看着你的余生是如何在烂泥中腐烂。舒婉，爹以前也是被宋家蒙蔽了眼，现在爹已经在族谱上改了，你母亲是沈家唯一的正妻，你是沈家名正言顺的嫡长女。沈大人，3年前你让我殉葬的时候，可想过我是你女儿？沈家世事世属，与我何干？以后太傅府的门，沈大人还是少登。沈大人还不走，是想让本父请你进大理寺坐坐。
大夫说了，要静养，这些琐事交给何伯便是。我已经躺了整整7日，再躺下去骨头都要酥了。夫人，该喝药了。我自己。老板，这可是本父命人特意去城南如意铺子里买，说是加了去年的槐花蜜，最是经典。阿怀，你如今可是朝廷首辅，整日里静盯着这些小玩意儿，让婉婉过得顺心，才是本父的终身大任。现在这般，我总觉得有些不真切。对，太傅大人，陛下有密旨。北境诸将中仍有林氏余党，望太傅暗中彻查，将隐患连根拔除。大人，可是朝中又有棘手之事。北境还有些烂摊子需要收拾，过些时日，我可能要离京一趟。那夫人这边，我会安排妥当。在离京之前，我要确认夫人身子彻底大好。今日下午，宫里来人了。短则1月，长则2月，必定还。知道了。我走之前，有一件事想先办妥。贺伯，传本父令，3日后，本父要为夫人补办婚仪。大人，你是说？3年前，本父与夫人成婚，未能以正礼迎娶，委屈了夫人。如今朝局已定，本父要补夫人一场全京城最盛大的婚仪。太好了，夫人终于……3年前，我穿嫁衣，新郎却纵火离去。太傅大人这般郑重其事，可见对夫人的看重。当年沈小姐受那么多苦，如今总算是熬出头了，当真是菩萨保佑。3年后，这京城万人空巷，魏怀骑着白马，迎着满京城的目光来娶我。3年前第一次娶你时，我心中想的是如何获得政权。如今再娶你一次，我想的却是这辈子再不让你受半分委屈。阿快，你为我做的，还远远不够。这是我这几天赶制的。虽说你是文臣，可北境凶险，穿上它，我在家中也能安心些。我收下了。等我回来。主上，炊前来报，林氏余党联合蛮族残驻约3000余人，
正朝我军后路包抄而来。来得好，本府正就分文不漏的。传令下去，在此处设伏，关门打狗。魏怀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夫人有喜，已有2月余。传令下去，3日内结束北境战事。主上，可是京中有什么变故？我要当爹了！恭喜夫人，脉象平和有力，胎儿已2月有余。虽先前动了胎气，但夫人底子好，加之这些时日调养得当，已无大碍。太好了，夫人，奴婢这就去给菩萨烧香。太医，我之前落过一个孩子，这会不会有影响？夫人放心，夫人年轻，身子恢复得很好，只要夫人安心养胎，不忧不劳，这一胎定能平安顺产。主上，你已经连续赶了1天1夜的路了，该歇歇了。歇什么歇？本府的夫人和孩子还在等着我。阿怀，北境的风雪可有京城这样大？大人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不是说还要大半月吗？婉婉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对不起，我收到信，恨不得长出翅膀飞回来。阿怀，我是怀孕，又不是残废了。大夫说了，这时候要多走动，但也不能太累，走累了就歇歇，歇好了再走。河伯，您见过太傅大人这副模样吗？老夫在府上伺候了10几年，只有夫人在时，大人才会如此。这里要加一张书案，这是给男孩用的；这里加一张绣架，这是给女孩用的。大人，这府上究竟是要添小公子还是小千金？有备无患，都备在江南，那是一手遮天。伺候大人这么多年，他何时对这些琐事上过心？当初圣上御赐的宅邸修缮，大人也只回了一个随缘。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，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，他又提我了，无知。小子，安分些，别折腾你娘亲，还挺有脾气，像我。夫人怎么样？大人您别急，太医说夫人胎未正，一切顺利。恭喜太傅大人，贺喜太傅大人，是龙凤胎，夫人和孩子们都平安。礼部尚书送东海明珠1对，江南巡抚送云缎100匹，北境将领送纯金长命锁2副。师傅、师娘，姑来迟了。父皇特意命姑带了1对赤金麒麟，送给2位小师弟妹妹。这一对孩子生的真是绝了，师弟像极了师傅的坚毅，师妹则像极了师娘的灵动。
好奇，对了，孤听闻师傅一直未曾公开两位宝贝的名讳，今日周岁，总该定下来了吧？这孩子是我与夫人千难万险才护下的，我不求他们建功立业，只求这一生平安顺财。南海魏长安，愿他长久安定，岁岁。女孩取名魏长宁，愿她长久宁静，一生喜乐。魏长安，魏长宁，好名字，长安长宁。师傅这份心意，当真是重于千钧。听说了吗？太傅大人家生了一对龙凤胎，陛下亲笔题字，京城都轰动了。太傅大人还给2个孩子取名长安、长宁，说愿大楚长宁安宁。长安、长宁，闪开！快闪！铁车断了！听说南边那边传来消息，宋墨在挖矿时被失控的矿车砸死了。那些晦气的事不提也罢。那便不提。对了，圣上今日赐了一颗南海明珠，我瞧着配你那件素罗裙极好。魏首府，你如今权倾朝野，连皇帝都要敬你3分，怎么整日里还只惦记着这些小玩意儿？臣氏弟我，不过是为了能让婉婉在这大楚境内随心所欲。哥哥欺负我，他不让我抓那只最大的蝴蝶。哦，谁敢欺负咱们的长宁郡主？爹爹，是阿宁差点跌进池子里，我才拉住他的。我不管，爹爹说要给阿宁摘天上的星星，现在阿宁只要那只大蝴蝶。好，别说蝴蝶，便是一座百鸟园，爹爹明日也给你挪进府来。你就惯着他吧，迟早被你宠得无法无